未来世界穷人终于变成了富人的玩具，年满18岁就会被关进这个房间，只有卖力的在镜头前表演，才能获得打赏。小黑翻跟头摔伤了手臂，却因此得到了16块钱的打赏。3天没吃饭的他立马购买了一份食物，结果到手的却是一碗狗粮，给他气得对着镜头一顿臭骂。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小黑不仅吃了狗粮，还特意装成了一条狗，简直就是直播鬼才。他的账户余额瞬间暴涨到了30块，立马花钱购买了一件上衣。为了赚取更多的点数，小黑用上了18般武艺，唱跳 rap 都不在话下。经过几天的努力，他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，晚餐从狗粮变成了牛排，饮用水也从矿泉水变成了啤酒。可在一次喝醉后，小黑没能控制住情绪，用酒瓶对着镜头一顿猛砸。他有些厌倦现在的生活，感觉自己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动物，表演得好就有饭吃。在这过程中，小黑账户的余额在不断减少，到最后整个房间都黑暗了下来，系统也直接关闭。小黑有些蒙圈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也没有在意，直接睡了过去。可渐渐的，小黑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无论怎么操作，系统就是没有反应。他已经2天没有吃饭，肚子传来的抗议声让他有些烦躁。小黑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会饿死，于是他直接跪在屏幕前开始道歉，表示自己已经认错，希望系统能再给一次机会，之后一定会更加卖力的表演。在他的祈求之下，系统竟然真的重新亮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屏幕上还出现了新的变化，一个老头出现在了左下角。看见小黑的到来，老头没有任何的惊讶，他熟练地进行了自我介绍，表示自己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快50年，主要靠着授课来维持生活。小黑之所以能看见自己，是因为他获得的打赏到了一定程度，系统开启了新的功能。小黑听后恍然大悟，也向对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。当听到小黑赚钱的方法是表演小丑时，老头瞬间两眼放光，说什么也要将自己所学的魔术传授给他。小丑表演再加上魔术展示，一定能让小黑大赚特赚。不过赚来的点数也要分给老头一部分，小黑当然不会拒绝。于是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的时间则全部用来学习魔术。虽然小黑在表演的时候频频失误，可配上他那滑稽的动作，意外的让人有一种舞台喜剧的感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黑的手法愈发熟练，他的表演越来越受欢迎。这个手势成为了小黑的经典动作。他的存款已经来到了2000多，基本已经奔向了小康生活。系统也解锁了新的功能，现在小黑可以主动去查看其他人的房间。一个正在做瑜伽的美女让他两眼放光，优美的身姿和美丽的脸庞让他沉醉于其中。最让他惊喜的是，女人离开之前还做了小黑的经典动作。难道对方也是自己的粉丝？可突然左上角多出了一块屏幕，小黑定睛一看，发现里面有个女人正在洗澡。对方也察觉到了小黑的到来，赶紧裹上了浴袍，对着小黑就是一顿臭骂，显然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流氓。小黑也意识到了不妥，马上向他解释了现状，是因为朱莉得到了足够多的打赏，系统才自动开启了连线功能，就像小黑和老头一样。朱莉听后恍然大悟，现在他可以和2人共享一块屏幕，这也就意味着3人可以一起表演，把直播做得越来越好。老头非常开心，直接邀请朱莉加入队伍，可没想到对方立马表达了拒绝。他不理解为什么这2个人没有想过逃跑，而是像只猴子一样在这表演。朱莉的提问让2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小黑率先开口，表示自己曾经反抗过，但受到的惩罚实在太过可怕，几乎是要了他的命，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听闻此话，朱莉也渐渐理解了小黑，她答应进入2人的团队，毕竟再怎么样人得先活着才能追逐梦想。朱莉加入后，3人的直播越做越火热。小黑收到的打赏已经购买一套别墅，但由于理念的不同，朱莉经常和2人发生争吵，他始终都在想着怎样离开，而老头却只关心怎么把直播做得更大。在一次争吵过程中，老头有些用力过猛，开始不停地咳嗽，看来是气急攻心伤了身体。本以为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结果到了夜晚，老头的情况开始不断恶化，身体不受控制般的倒在了镜头面前，可能是出现了中风的症状。小黑很想冲进老头的房间去帮忙，但现实的残酷让他只能在屏幕面前干瞪眼。不过眼下还有一件只有小黑能做到的事情，那便是利用自己的热度，号召在屏幕面前的观众去想办法帮助他的朋友。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，过了很久，老头都没有得到帮助。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，他的房间突然一黑，紧接着身后冒出了熊熊烈火。在2人惊恐的目光下，老头直接被大火烧成了灰烬。这就是系统的筛选机制，一旦出现像老头这样没有价值的人，系统便会无情地向对方降下死刑。小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无法接受老头就这样死去，同时他也有些害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让小黑彻底下定了决心，必须想办法逃离这个房间。可接连几天，小黑都提不起精神，直播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。好在身边还有朱莉，她不断地鼓励着小黑，很快就让他重振旗鼓。老头不能白白的死去，
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动力。他马上开启了直播，将系统的筛选机制告诉给了大家，并且号召人们去寻找系统中的漏洞，相信会有许多人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。可此时小黑的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房间，那是他最爱看的瑜伽女神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招呼，就让小黑的大脑有些眩晕。女神说自己经常看小黑的直播，因为她的表演可以给人带来快乐。朱莉在一旁露出了异样的表情，直觉告诉她这个女人不太简单。果不其然，女神在3更半夜悄悄起床，主动的去找了小黑聊天。她知道对方正在寻找离开的方法，但是女神却希望小黑能一直留在这里，因为她的直播能帮助到很多的人，而且小黑目前的事业也在蒸蒸日上，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，他必定能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明星。但就在此时，朱莉突然醒了过来，她兴奋地让小黑去查看其他房间。现在已经有一大批人响应了小黑的号召，都在努力地寻找系统的漏洞，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可以控制房间喷水，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，只要再继续努力下去，说不定就能找到逃出这里的方法。可如今小黑的内心有了些许的动摇，他认为还是有一部分人满足于现状，比如那位女神，她就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，或许没必要强迫所有人都去反抗。朱莉的笑容瞬间僵硬了下来，她严肃地告诉小黑，系统能看见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也许那位女神就是系统派来阻止小黑逃离的手段。朱莉的话语让他陷入了沉思，使得小黑久久不能入眠。他搜索了老头原来的房间，发现里面住进了一个新人。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模样，小黑想起了自己刚来的那一天，于是他重新坚定了信念，必须结束这场永无止境的循环。第二天他就开始了计划的下一步，他让观看直播的每个人都给他打赏1点金额，这样就能计算出这里的人数。但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，小黑的余额瞬间暴涨到了1亿，他有些难以置信。女神也被这动静惊醒，当看到小黑的赏金时，她瞬间脸色一变，愤怒地指责起了小黑，说他正在窃取大家的资产，并且要求小黑将点数全部还给大家。朱莉在一旁有些不淡定了，她怒斥女神就是系统派来的间谍，对方越是阻止，就越代表着小黑正在接近真相，就像点燃了炸药桶。两人瞬间就吵了起来，一时间内谁也说服不了对方。但朱莉突然对着镜头报出了女神的房间号码，号召那些找到系统漏洞的人对她发起攻击。于是下一秒，女神的房间就降下了雨水，她被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也学着朱莉报出了她的房间。小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必须要阻止这两个人。结果小黑刚想开口说话，两人的房间就同时暗了下来，紧接着那噩梦般的场景又出现在了小黑的眼前，熊熊的烈火不断的从房间里冒出，直到将两人全部烧成灰烬。小黑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又一次发生在了自己的眼前，他没有忍住情绪掩面痛哭，但突然身后出现了一道光芒，小黑转头一看，发现房间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。难道这是赏金达到1亿后的奖励吗？可令所有观众都没想到的是，小黑最后竟然选择了留在这个房间，因为他一旦走出房间，就会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，至少在这里他还是一个大明星，并且还是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富翁。